中國經濟真的已經躺平了，而且是那種連掙扎一下都懶得掙扎的躺平。這不是誇張，不是標題黨，而是官方數據赤裸裸地擺出來的現實。2024年7月以來最慘的一次信貸斷崖式下跌，10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只有區8150億元。這個數字低得可憐，低得讓人懷疑是不是銀行把小數點點錯了，低得像是經濟機器在熄火前最後的喘息。更可怕的是，這還是銀行在拼命造假、瘋狂發放幽靈貸款湊出來的數字。如果連注水後的數據都這麼差，那未經美化的真實經濟已經不敢想象了。中國經濟最近傳出一個危險到足以寫進教科書的信號：貸款斷崖式萎縮。央行11月1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，10月新增貸款僅2200億元，比9月少了整整1萬億。把經濟拉下去的不是滑坡，是跳崖。社會融資規模增量8150億元，遠低於經濟學家預計的1.2萬億元。居民新增貸款創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差水平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消費者不敢借錢，不敢買房，不敢消費。企業中長期貸款僅增加310億元，不到去年同期的1/5，說明企業也不願意投資，不願擴張，甚至不願思考未來。這個數字背後是全中國企業主心照不宣的默契。2025年能活下去就是勝利了。而銀行的數據則更像是一個正在大出血的病人，虛弱、蒼白，失血過多，只是被硬撐着維持呼吸。你以為新增貸款少是銀行不想貸？不是沒人敢借，企業不敢，居民不敢，連地方融資平台也在剎車。這就導致了一個荒誕到駭人的現象：銀行瘋狂給不存在的客戶放假貸款。對，你沒看錯，假貸款。彭博社直接把這種操作稱為幽靈貸款。錢借出去，又馬上被借款人存回銀行，形成一筆假交易。甚至為了衝業績，銀行高管開始自掏腰包付利息。浙江某汽車零件公司老板胡先生說得最直白：銀行經理找我借500萬，我的現金流根本用不着，但我必須配合。錢從銀行轉到他的賬戶，再從他的賬戶回到銀行，一圈轉完，經濟上沒創造任何價值，但銀行的報表看起來好看了一點。浙江某銀行員工更直接：我被好幾家銀行要求申請消費貸，借幾天再還，利息他們替我付。你能想象嗎？銀行求着別人借錢，求着別人制造一筆根本不存在的需求，求着別人陪他們演戲。這是什麼場景？這是經濟徹底躺平之後的症狀。需求不見了，信心消失了，企業不擴張了，家庭不消費了，而銀行也只能跟着一起躺在地上裝死。中國央行最近的口徑很平靜，信貸放緩是經濟從傳統模式向新動能轉型的自然現象。聽起來很優雅，很溫柔，甚至帶點詩意，但如果把銀行的真實情況擺上台面，就會變成另一幅畫面。貸款靠假交易支撐，企業中長期貸款只剩310億元，居民買房意願跌到2008年以來最低，消費貸款靠銀行給自己人貸，地方政府提前透支2025年的債務額度。在這樣的背景下談自然現象，就像病人被檢查出晚期癌症，醫生拍着他的肩膀說：別擔心，這只是你的身體在向新的生命階段過渡。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心臟，現在這個心臟正在失去跳動。數據顯示，居民中長期貸款繼續負增長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買房的人比賣房的人還少。10月新增居民房貸是15年來最慘的數據。房企炸裂，交付斷供，價格下跌，銀行資產縮水，地方財政崩盤。
整個鏈條像多米諾骨牌一樣，一片倒一片。有人說，房地產行業像一個巨獸，現在它已經躺在地上不動了。正常年份，中國企業的中長期貸款都在1500至2000億元以上，但今年10月只有310億元。這意味着，企業不擴產、不招人、不投資、不買機器、不建工廠、不考慮未來、不敢冒險，也不準備增長。這不是保守，不是冷靜，這是全面躺平。甚至已經有銀行高管說了一句刺眼的實話：現在企業的目標不是賺錢，是不倒閉。中國銀行體系的資產規模超過300萬億元，但問題是，資產端大量是房地產抵押、城投平台債務、爛尾工程、地方融資平台借新還舊。如果信貸繼續下滑，各類資產價格繼續下跌，一旦再遇到外部衝擊，銀行體系會迎來一次系統性風險的集中兌現。這已經不是一家銀行的問題，不是一個城市的問題，而是整個經濟的根本性結構性問題。而現在，為了隱藏這些問題，銀行只能繼續發假貸款，繼續讓數據看起來不那麼難看。你知道什麼最諷刺嗎？假貸款越多，說明真實經濟越差。把所有數據放在一起看，你會發現一個殘酷的結論：企業不想借錢，居民不敢借錢，房市不再反彈，消費持續低迷，投資意願降至冰點，經濟刺激政策無效，銀行靠演戲維持數字，央行強調過渡期，整個經濟正在進入深度休克狀態。如果說過去幾年我們還在爭論中國經濟是否下行，那麼2024年以來的數據告訴我們，討論已經結束，結果已經蓋棺定論。中國經濟不是在下行，不是在衰退，而是在真正意義上的躺平，那個連掙扎一下都不想掙扎的躺平。如果說前面揭開了中國經濟表面的潰爛，那麼接下來的內容就是你無法直視的深層壞死。因為所有金融體系裡最可怕的危機都不是數據差，而是數據本身已經不可信。銀行唯一能保持不死的方式就是制造增長的假象，而幽靈貸款就是他們最後的遮羞布。不要再說經濟在調整，不要再說周期性下滑，不要再說房地產會反彈。2024年到2025年的數據告訴我們，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次史無前例的結構性衰退。它不是短期痛苦，不是幾個月的問題，不是一次政策就能救回來的。它是一個系統性的、長期的、深度的經濟萎縮過程。更關鍵的是，信心已經消失。而當一個國家失去信心，失去消費意願，失去投資意願，失去借貸意願，失去對未來的期待，你能指望它靠數據反彈嗎？靠政策反彈嗎？靠自己反彈嗎？不可能，因為所有經濟學都告訴你，信心崩塌是一種不可逆的力量。如果要總結中国2025年的經濟狀態，只有一句話：中國經濟已經不再掙扎，中國經濟正在主動躺平。企業躺平，家庭躺平，銀行躺平，地方政府躺平，所有人都在同一個方向收縮、收縮再收縮。但更危險的是，明明全身都已經劇痛不止，卻被告知這是自然現象。而那些注水、造假、循環放貸、幽靈貸款，都是用來遮住經濟真實面貌的薄薄一層紙。這層紙隨時會破，破的一瞬間，全世界都會看到，一個債務驅動型經濟體在沒有需求、沒有信心、沒有動力的時代會變成什麼樣子。